凯特尔，你在讲脂肪那集有详细解说过脂蛋白。脂蛋白其实是一种载脂蛋白，主要是用来运送脂肪和胆固醇的。但现在大家都将低密度脂蛋白理解为坏的胆固醇，以为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太高，就是因为摄取太多的胆固醇。殊不知，其实部分主因是因为摄取太多的脂肪跟糖类，以至于人体为了要运送三酸甘油脂到各个细胞，就制造了一堆极低密度脂蛋白，这真是让胆固醇蒙受了不白之冤。你说的完全正确，人体的胆固醇有 75% 是由肝脏和其他细胞合成，这就是所谓的内源性胆固醇， 25% 由食物摄取，这就是所谓的外源性胆固醇。如果摄取过多的外源性胆固醇，人体就会减少内源性胆固醇的合成，因此食物中的胆固醇在摄取量对血液胆固醇的浓度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至于我们是不是就此可以肆无忌惮地大吃胆固醇含量高的食物，这其实还是有疑虑的。一来，动物是胆固醇的主要来源，通常富含胆固醇的食物饱和脂肪酸也很高，像红肉、内脏这些，所以一样会增加肝脏合成极低密度脂蛋白的总量。二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有效监控内源性胆固醇跟外源性胆固醇的平衡，这跟个人的体质还有遗传有关。有些人对饮食胆固醇不敏感，即使他们增加摄取胆固醇，他们内源性胆固醇也不一定会减少，所以高胆固醇食物还是不建议肆无忌惮的吃哦。那脂蛋白有那么多种，你要不要再讲清楚一点？什么高密度、低密度的，它们有什么不同？好啊，我们在脂肪代谢那集详细讲过人体怎么代谢脂肪，这里我就针对脂蛋白的变化过程来说明。人体在肠胃道消化脂肪以后，会经由小肠细胞制造乳糜微粒，也就是一种最大颗的脂蛋白，由载脂蛋白和磷脂包裹内源性或外源性的胆固醇，还有三酸甘油脂成为乳糜微粒。这样的乳糜微粒会经由血液运送到肝脏，并沿途分送三酸甘油脂给需要的细胞后，最后剩下一点三酸甘油脂的乳糜残体就会被肝细胞吸收。这时候人体没有消耗完的热量，例如蛋白质、糖类，会全部被肝脏代谢为脂肪，也就是三酸甘油脂，就跟乳糜残体里剩下的三酸甘油脂再度被包装成比乳糜微粒小的极低密度脂蛋白，这里面的三酸甘油脂大约只剩下一半。肝脏包装好的极低密度脂蛋白依然会在血液中分送三酸甘油脂给各个细胞，三酸甘油脂逐渐减少后，最后当胆固醇的含量高过三酸甘油脂时，就会变成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最后会跟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结合，并提供细胞所需的胆固醇。但是如果营养过剩，就会导致极低密度脂蛋白制作超量，最后降解的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所谓坏的胆固醇太多。因为血液中低密度脂蛋白太高，它的细小颗粒会渗透进血管壁，造成血管粥状硬化。而肝脏还会制造一种高密度脂蛋白，含有大量的磷脂和较小量的胆固醇及微量的三酸甘油脂。高密度脂蛋白一样会被释放到血液当中，但却是从周边组织和血管中带回不需要的胆固醇、甘油和脂肪酸，送回肝脏代谢，所以具有清除血管中胆固醇和血脂的功能，是我们所谓好的胆固醇。所以这些脂蛋白根本就像血液中的邮轮，主要就在运送脂肪嘛。胆固醇比较像是邮轮上的工作人员，到最后乘客没几个人，自己却迷路，闯进血管壁，连家都回不去啦，这倒是比较致命。对啊，而我们一般抽血所测的三酸甘油脂，就是指在血液中，不管是少量暂时游离的三酸甘油脂，还是指各种大小不一的脂蛋白，包括乳糜微粒、高低密度脂蛋白里的三酸甘油脂总量。如果这个数值太高，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喝酒、营养过剩及所摄取的脂肪和糖类食物太高，或缺乏运动所导致的。同样的，刚才讲过，人体过剩的蛋白质、糖类最后都会代谢为脂肪，由肝脏制造成极低密度脂蛋白，运送给全身各个细胞，最后再降解成低密度脂蛋白。所以喝酒、不当的饮食和缺乏运动一样会反映在低密度脂蛋白的血中浓度上。当然，其他疾病因素和遗传原因就不在我们今天的讨论范围内，需要由医师来诊断，而我们个人只能在改善饮食及生活习惯上来做最大程度的自助啊。那如果我们健康检查这两个数值已经太高了，除了看医师，自己要怎么改善呢？最好戒酒以外，首先是饮食控制。
我们既然已经知道脂蛋白是用来运送脂肪的蛋白，所以要控制低密度脂蛋白，也就是坏的胆固醇浓度，就要控制脂肪的摄取。但是脂肪分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这我们在讲饱和脂肪酸那一集讲过。而有研究指出，饱和脂肪酸除了需要脂蛋白来运送以外，它还会透过抑制低密度脂蛋白的受体活性来造成低密度脂蛋白的沉积，同时它也会增加载脂蛋白 B 的产生。载脂蛋白 B 就是极低密度脂蛋白的结构之一，因此增加载脂蛋白 B 就会增加极低密度脂蛋白的量，进而增加降解成低密度脂蛋白的量。相反的，载脂蛋白 A1 是高密度脂蛋白的结构之一，多元不饱和脂肪酸，尤其是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却会增加载脂蛋白 A1 的量。所以 Omega 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增加高密度脂蛋白的量。因此我们在减少脂肪的摄取同时，尤其要减少饱和脂肪酸这类食物的摄取，例如红肉、内脏这些。而汉堡、水饺这类有绞肉的食物，很容易让我们不知不觉中摄取过多的饱和脂肪酸，因此不能经常吃，尤其是已经超过标准，就一定得忌口，多以白肉代替红肉，多以瘦肉代替绞肉。而增加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取，能够提高高密度脂蛋白，帮我们清除血液中的血脂、胆固醇，就有其必要性。因此我们要多多摄取鱼类、坚果，还有橄榄油、菜籽油这类的植物油。另外，食物油炸过程容易生成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也会抑制低密度脂蛋白受体的活性，还会促进肝脏合成极低密度脂蛋白，所以也会增加低密度脂蛋白的血中浓度。因此也应该尽量避免反式脂肪酸的摄取，尽量不要吃油炸食物哦。关于饱和脂肪酸的摄取量，我有去查过哦。美国心脏协会建议每天可以吃的饱和脂肪酸大约是13克，这大约可以吃到18到20个冷冻猪肉水饺，那还不少嘛。不过如果数值真的高起来，还是建议吃更少，并且最好不要天天吃。而我们之前讲过，过剩的营养都会在肝脏代谢为脂肪，尤其是糖类，所以糖类食物也要节制。像精致淀粉、精致的添加糖，而高果糖糖浆特别容易代谢为脂肪，更容易导致低密度脂蛋白的升高。因为消耗不掉的糖类，除了储存一点在肌肉和肝脏以外，都要代谢为脂肪分送到各个细胞储存起来，这时候就会大量增加极低密度脂蛋白的制造量，当然也就更容易增加低密度脂蛋白的沉积。糖类我们分精致淀粉和原型食物，如果要摄取，最好以原型食物为主，因为原型食物富含膳食纤维，膳食纤维可以延缓和减少糖类跟脂肪的吸收，这我们在讲膳食纤维那集有详细讲过。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燕麦是降胆固醇的好东西，但切记也要吃原型燕麦。我是比较不建议那种压制的燕麦片，更不是燕麦奶，因为原型燕麦也就是生燕麦粒可以保存最多的膳食纤维，而煮原型燕麦也并不难，只要储存在冷冻库里，要煮的时候再拿出来清洗后，跟白米的煮法一样，只是水加多一点罢了。再来，我猜就是你最缺乏的运动啦。我记得医师告诉过我，运动也可以增加高密度脂蛋白，帮我们清血管。你说的没错，我们在讲脂肪那集提到过，除了高密度脂蛋白以外，所有的脂蛋白都会被脂蛋白脂解酶水解出脂肪酸跟甘油，再由细胞吸收。而运动可以提高脂蛋白脂解酶的活性，促进脂蛋白的代谢和运转，并提高高密度脂蛋白的浓度。运动，尤其是消耗脂肪为主的有氧运动，可以通过促进脂肪的燃烧，进而促进脂蛋白的代谢，因而降低低密度脂蛋白。所以一篇2023年由波兰顶大罗兹医科大学研究团队针对有氧运动对高密度脂蛋白影响的研究汇整分析就指出，无论性别，体力活动通常会使高密度脂蛋白平均增加 4.6%， 导致低密度脂蛋白降低 3.7%， 三酸甘油酯降低 5%。 专家建议，与适度的体力活动相比，有氧运动可能对三酸甘油酯和低密度脂蛋白影响更大，所以运动还是很重要的啦。那还等什么？走，立刻跟我出去运动。